万没想到，众多耳熟能详的口水歌，居然 Made in Japan。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包括中国人自己，就最恨日本的。可是那你也唱了很多歌，你也唱了无数邓丽君的歌，你也唱了花心，然后你也唱了你这样一个女人，你也唱了后来哒哒哒哒哒哒如何去爱。然后有一天别人告诉你说这些都是日本歌。万没想到，美国人版权意识也不强，最支持正版的是日本人。日本最晚在明年，日本的唱片销量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就在日本都想象不到盗版啊什么，美国也有一定比例要赚便宜。美国人经常打听说中国那个盗版那个视频网站在哪，我们去那儿看电影去了。你看那美国人到中国来一样买盗版。万没想到，情色女优出行，魅力折服台湾政要。日本做了2个，就是全世界人都没想到能做到那么大的产业，一个是动漫，一个是情色产业。这个以至于中国最熟悉的日本女明星们也全知道啊。而且最逗的是，范岛爱到台湾去，陈水扁居然在总统府里接见范岛爱。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尝试着来讲一下日本。为什么尝试来讲一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成长的背景啊，这美国我是实在是太熟，欧洲呢主要年轻的时候待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实际上我们中国、日本、韩国这些东亚民族所受的国际历史教育里真正清楚的教育，其实大量都是欧美的。我们对欧美历史非常的熟悉因为这个在近200年来吧，感觉上好像这世界的主轴线就是欧美，就是西方西方这200年来一直是 rule the world， 就是一直在统领着这个世界的脚步吧。所以大家一谈到世界史，一谈到这个地球就自然就谈到这个工业革命之前的文艺复兴、大航海、工业革命等等等等，大家都耳熟能详，一战、二战反正对这旁边的讲的不多，所以我来讲欧美，应该说驾轻就熟，大家看的都很欢乐。日本呢，我并不是很熟悉，因为我只去过那么几次再加上日本历史其实相当成是童子功从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对日本历史的教育并不充分甚至中日韩互相之间对对方的历史还都有很多基于不同的立场做了很多不一样的描述，所以看清楚是非常不容易。我也去了几次日本看了很多关于日本的书，什么菊与刀各种各样的这些年来说实在的，我发现不但我讲不好，我看了那么多书，包括日本人自己写的到今天我也没看清楚到底是哪本书真正的把日本这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日本这民族是怎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样子有好有坏当然不没有一个民族肯定是坏的，如果有一个民族肯定是坏的，这民族就被这个世界淘汰掉了。每一个民族都是有好的有坏的，但是它怎么成为今天这样一个这方面好这方面不好的这样一民族，日本人自己也没说清楚。说实在的，他写了那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吧。这个我比较认同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这个土地好像是被诅咒过的，因为大家知道日本这土地非常小大概只相当于中国1/30这样，可是这块土地上承载了世界上10%的活火山，和世界上所有6级以上地震的20%都在日本。小地震都不算小地震都感受不到，6级以上大地震，6级以上我自己在加州生活感受过好多次5点几级的地震，5点几级就这样噔噔噔噔，有点像按摩器。6级以上的地震的20%都在日本。大家想想，日本一个只有中国一省大的面积承载了全世界这么多的灾难我自己曾经在北海道就同时站在这儿就看见2活火山，就这活火山在冒烟，那活火山也在冒烟，特可怕。然后村庄就在这儿待着，然后说上一次喷发10几年前我们全村撤走了8个月也没办法，日本这个人口密度之大，就在这么一块地下没有任何资源，日本这什么矿产也没有，然后地上是不停的火山爆发跟地震，这么样一国家只有中国1/30的领土，但是人口是中国的1/10，就说明人口整个密度是中国3倍，是这么密集的人口生活在一块这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日本人自己就跟我说你看我们为什么不在乎死呢？说我们每年自杀3万多人日本全球第一。日本以至于在中央政府搞起了一个什么拯救自杀小组，相当于我们这儿的什么委我们这儿的计生委，他们那儿也是减少人口的一措施，说叫自杀委，就咱们这开玩笑，就是拯救什么自杀的小组
啊，大概说今年啊自杀的减少了10%，就是他不对生命，包括他对性，很多的观念啊，不但西方人不理解，咱们离这么近咱也不理解，日本人自己你是问他说为什么你们这样，他也不知道啊。我觉得比较我自己能认可的就是说啊，我们生活在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我们下面什么也没有，上面除了地震就是火山海啸，所以我们见惯了这个死亡，见惯了灾难啊，见惯了一个村庄一火山一爆发没有了啊，见惯了这个旁边谁亲戚朋友一地震少俩，因为它有很多说法啊，大家可以讨论啊。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地理决定论虽然不是非常完整，但是地理决定论是我个人对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认识，所以我还是比较接受说因为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啊，所以它呢由于这个原因，日本整个的民族啊比较虔诚，就是不是很油滑啊，当然有很多缺点我们慢慢再说啊。首先说它不是很油滑，它比较虔诚，因为什么呢？你面对大自然的灾难，你的那点小聪明小伎俩是没有用的。说咱使点小聪明它就不地震了啊，使点小聪明它就不海啸了，火山就不爆发了，那是不可能的。那你怎么办呢？在科学远远没有昌明到今天说哦，不是我们被诅咒了，是原来我们这块地儿不太好。可是过去人们可不这么认为，过去人们认为这就是对我的惩罚，这就是天谴，说没事就老天惩罚我一次地震，老天没事发怒了，所以火山爆发，所以就更加虔诚，更加敬畏老天啊，更加敬畏这神灵啊。大概这个民族就慢慢就这么来了，就是要不然问老天为什么惩罚我，所以我就更要隐忍，我更要虔诚，而且更要团结，不然的话在这个天面前是怎么办呢？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我还能比较能接受啊。你看咱去了日本，那去过日本的人很多啊，这个大概感受都差不多。我去到日本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说，我能看到的这个国家单个的人，你用什么样的形容词？你可以说最笨或者最呆，就是日本人，就没见过一个国家每一个单个的人是这么的。我不想用不好的词啊，就是说木讷吧，或者说他不是脑筋很灵活。我就给大家举例子吧，因为我不知道拿什么词来形容，就是这日本人啊，你说什么都没用，他完全脑子里就按照既定的来做。但是呢，他跟西方人不一样。比如说我给大家讲过，我去瑞士吃饭，我说你们要给我那样弄，瑞士人就给我轰出去了，说你违反我们传统我们的文化等等，这不行。日本人不是，你提什么要求他们都说好，然后特别客气，好同意。比如说你说啊，我们想 share 这个菜，你别把这个菜是他点的，非要搁他盘子里，我们大家一起吃，放这儿，好，没问题，把菜搁他盘子里了，就没用，就是你说什么他都好，然后他继续按照自己既定的方式去办。在每一个地方你遇见的日本人，后来我开始都奇怪，我说这些人是不是他们造的机器人啊？这机器人就俩程序，一个程序就是说你提出什么要求，他都说好，没问题。然后第二个程序就是他原来设定好的，他继续去那么做，一点用也没有。就是我在迪士尼海洋公园，因为东京的迪士尼是比其他迪士尼多了一个海洋公园，我着急的1个半小时排大队就去那船自动两个人一个到水里以后，那船是自动驾驶的啊，不用你开，他为了碰啊沾点水啊，挺好玩的。那么多人在排队，这日本负责分配这船的人，这一姑娘就这样，从来不看后面那船过去几辆是空的，就在那儿按照程序巴拉巴拉给你讲上船以后要怎么记好等等啊，他们已经设计的非常精巧，就是说如果他讲完这一遍，这两个人上船，正好他那是自动的一个传送带啊，船往走，正好一辆。但是如果你是外国人，你听不懂他说话，日本人特别逗，日本人会说英文的是极少，就包括东京啊，会说英文极少。日本是教育水平世界第一，95%的高中毕业率，45%的本科率，这都是全世界第一。可是不会说英文，然后当你听不懂的情况怎么办？他就再给你说一遍日语。你再听不懂，他还跟你说一遍日语，啊，直到他认为你听懂了，因为他说了3遍日语，他觉得你听懂了，然后请您上去。这时候已经过去5辆空的了，然后所有人都看着急死了，说怎么办？说这排1个半小时队，这排不上，这都是5辆，他不管，他就按照程序，他从来不往后看，就到底有哪辆过去。如果是我们中国人，绝对非常灵活。啊，说这快过去了，快上一俩，那剩下的我再跟你说，先跟后面的讲啊，先把咱别空着船下去。他能做到那半池子船都空的，上面没人，然后1个半小时的大队在那排着，他再继续在那鞠着躬跟你讲，不是我跟你讲，你听不懂就给你讲3遍，讲3遍又5辆船过去了，哇天，所有人在那着急说求你了，你就讲1遍，能听懂日语听懂了，听不懂你讲3遍也听不懂，他不行，他一定要按这程序。这日本人一定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举个例子啊。
老婆说，哎，家里来客人了，你换个领带，你打个红领带嘛，啊，于是就上去保证就下不来了。然后上去一看睡觉了，因为日本人这程序化到什么程度，每天就一解领带就脱衬衫，一脱衬衫就脱裤子，一脱裤子就洗澡，然后就睡觉了。所以就到那儿一解领带，他就开始脱衬衫，然后脱裤子洗澡睡觉了。然后说这人怎么不下来？客人还等着呢。上去一看，这哥们儿钻被窝睡觉了。你极其不能理解，而且每个人都完全像机器人一样，就像我曾经在东京住过一酒店，这酒店的地下停车场如果开出来的话，会越过那个人行道，所以就有2个人站在人行道两边。每次酒店地下停车场开这辆车，2个人就向两边的行人鞠躬，然后笑着鞠躬，然后道歉，大家好停下来，然后就等我从早上出去的时候，这俩就在那笑着在那鞠躬道歉，然后等我晚上回来的时候，笑容一点点都没有打折，说打一95折的笑容，依然充满笑容，这样鞠着躬。只要出现车，这俩人就冲行人鞠躬，完全标准化，一切都是标准化，就简直非常可怕。就在日本，你还看到一特别怪的现象，就是我有时候看不下去，在酒店你撒大行李，你打个电话，你说让那bellman上来帮我推下行李到下边要走了 check out， 来一个姑娘和一男的，然后这姑娘抱着大箱子小箱子往这推车上放，然后这姑娘这么推着一个车走，这男的在旁边走。哎，我就觉得特奇怪，我说你们这日本人不是特讲礼貌吗？这在西方简直不可思议，说一小姑娘那么矮，推着这么大一车撒大箱子，男的在旁边走。我就问他，我说这是为什么呢？他说不为什么呀，因为他的职务就是应该推车，他还没有升职到在旁边走路啊。我是很想帮他，可是我这个职务是在旁边走路的职务，他这个职务是推车的，所以我就不能帮他推车，就是所以我生活中我肯定帮他了，但是我穿着制服我不能帮他。就要可见日本这民族这纪律性，这个输入程序完全一套按程序办，这太可怕。然后在日本待，哪怕只待5天，你回到中国，你都习惯一上那电动扶梯就往左边站，因为已经特别习惯。他们就是一上电动扶梯，因为日本是车也在左边开，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跟美国都是车在右边开。这英国什么，这英国的各种殖民地，这日本虽然不是英国殖民地，他也车在左边开，所以日本开车不敢开，这特吓人，开着开右边来了。这个，所以他扶梯在左边站，就很像英国。英国也是，大家都在左边站，留出右边给那些着急的人就是走，特别讲秩序。所以你就习惯性的就往左边站。你只要看到几个人并排，2人并排挡着那扶梯不往左边，那一定不是日本人。然后一回来，习惯性往左边站，一看都堆满了，全挤满了那扶梯，极为讲秩序。然后干净的令人发指到什么程度？说大街上干净咱就不说了啊，而东京没什么垃圾桶。究其原因，跟我上次讲伦敦没垃圾桶是一样的。伦敦没垃圾桶是被北爱尔兰共和军炸的，就曾经一早上炸过10几个垃圾桶炸弹，垃圾桶都撤了。但伦敦撤垃圾桶以后，满街都是垃圾，甚至伦敦地下过街的这通道里都是屎骚尿臭味都有。日本也是因为这奥姆真理教袭击，所以导致东京的垃圾桶也撤掉，极少看到垃圾桶。但是东京街上一片纸没有，一尘不染。然后你就仔细看这些日本人，每个日本人手里抓着一堆他吃剩的冰棍纸，什么这那的，然后每个抽烟的日本人这胸前挂一个小烟灰缸，然后在这里点。日本人抽烟的人很多啊，日本是西方所有文明国家，日本自己认为自己是西方国家，所以西方7国什么都参加，是所有西方文明国家里抽烟人最多的。就是日本到今天在室内不禁止抽烟，大量的酒吧什么都可以在室内抽烟，但是他自己弄一小烟灰缸在这儿往里摆，然后每个人手里攥着这东西。你到商场，你一进商场先吓一跳，那商场门口一个大桶里边都是瓶盖，你开始不理解是为什么，然后你就看见日本人个人经常进来提了一塑料袋，都是瓶盖，然后就往里扔。我开始以为这抽奖呢，我说这瓶盖是不是能抽奖？拿出来一看中奖了，不是，它就是分类垃圾，其中这个水的瓶盖是一类，就是所以大家在家里喝完水都把瓶盖都拧下来，专门放那塑料袋里。出去上街的时候见到这样的东西，把瓶盖倒进去，那瓶子上这纸要专门撕下来，当成一类垃圾扔。这瓶子本身当成一类垃圾扔，你就大家就想想这日本就成这样。而且我亲眼目睹的最震撼的是，我去参加富士音乐节，这在 Fuji Rock 山里头10万人站在山里头看，是野外，然后这个演出一直演10几小时，从中午开始，每天大家知道去看摇滚音乐节的人可不是一般的人，是这个社会按说最不守规矩的，
最不本分的、最有个性的，染着头发什么什么这样的人，而且是在野外，而且还下雨了，脚下非常泥泞，就我自己脚上都沾了好多泥。晚上12点 Muse 演完以后，一收队，完全震撼，就是灯光照的雪亮，大家往出走，我就仔细往地上看，10万人退场，地上没有一片纸，没有一个烟头。然后10万人退场以后，排队用2小时去倒垃圾，就是自己在白天吃的鱼骨头，日本人还爱吃点鱼什么的，都每个人都拿一垃圾袋，把鱼骨头、什么矿泉水瓶都装好，然后大家排队去倒6种垃圾，一直倒到夜里2点，就是把瓶盖，我亲眼看着大家把瓶盖拧下来扔在一个里面，瓶子上纸撕下来扔在一个里面，瓶子本人扔在一个里面，鱼骨头，我都看傻了。大家知道，中国我也参加过音乐节，咱们就不说咱自己国家了啊，咱自己都了解自己，经常网上出现那种中秋节一过，三亚海滩完全一粒沙子看不见。然后咱们的音乐节那简直太可怕了，音乐节每天晚上一收队，那整个扫出几吨垃圾都没问题。咱不跟咱们比，咱就跟欧美比。我在欧美也参加过很多次音乐节，虽然没有这么吓人啊，说来个10几吨垃圾，但是也没有像日本那样一张纸片都没有，也一样地上有点零星的垃圾，烟头什么尤其有。尤其他们欧美这还抽大麻，抽点大麻传完了扔地上了，当然也都嗨了啊，也顾不上了。这个像日本这样摇滚音乐节10万人完了走出去，这个太吓人了，这真是我都觉得我要生活在日本我得多压抑呀。我虽然确实不会随地扔垃圾吐痰，但是我也不能忍受这么吓人，说咱12点还不能回家睡觉，排着队倒6种垃圾，但是日本人一点问题都没有，沉默着，而日本人特别沉默。日本人只有在喝完酒才大喊大叫，就平时沉默到什么程度？你在日本坐地铁，坐火车，几乎是看不见人接电话的，即使接电话也是特小声说，哎，我一会儿打给你啊，什么什么这那的，绝不会出现一节车厢了，哎，老张怎么着？你那个怎么回事？那个，然后那边赶紧就各种口音，就是某国的火车上只要有2人打电话，这全火车都别睡觉，这还别说每个省的人都大嗓门，没有小嗓门的省。这日本绝没听到过大声接电话，在火车上什么地铁里，我看到过在商场接电话的，是自己冲到了商场门口的角里头，在那儿接电话，连商场里熙熙攘攘都没见到多少人啊，你怎么样啊，就这么是一个沉默的民族啊。当然他们也有问题啊，咱们大嗓门啊，咱们乡里乡亲，咱们大家敞开心扉，咱们互相亲情友情特别深。日本还真的不是，就是他这个民族就这样。所以他自己互相之间，人与人之间远没有像我们这么亲。咱们这好着，刚去日本的华人还像保持中国传统，说炒俩菜给日本人，就周围邻居每个家里送俩饺子，送点菜什么之类的。就咱中国不都这样，觉得很正常。然后第2天，每个日本家都把你的碗刷得干净极了，然后往里放一个甜食或者一个糯米团，恭恭敬敬给你送回来，搞得你自己特恐惧，然后第2次再也不送了，说。去做客，日本人都很少把你往里引，就自己日本人呢，好朋友来了坐外厅，在这儿里边乱七八糟什么样，反正您别看，就咱们就保持这关系。所以日本虽然是一个非常有集体观念的非常容易被洗脑的这样一个民族，但是他个人和个人之间没有其他民族，尤其亚洲其他民族那么亲尤其是他那个每一个个人那个程序化，就是一点都不变通，跟其他亚洲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反差。就是极其不能理解，他说我们是最聪明的，我们东亚民族，我们毛都退没了，就进化的很好啊。那各种变通，各种潜规则，各种，我们在跟日本人谈生意的时候，跟日本唱片公司谈到什么盗版是怎么玩的，什么这那，怎么印刷厂怎么瞒数，他们都听傻了，都这样，目瞪口呆说，怎么会世界上还有这种事情？他们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盗版，然后能这么干，各种各样，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就这么一个循规蹈矩的民族。所以我在日本生活不下去，就因为我实在受不了那种，而且他们喝完酒又大发泄，不像我们平时也挺高兴的，喝完酒我们更高兴一点但是也没像他们喝完酒以后就我天哪，恨不得什么劲儿都上躺地上了，撒尿就在那疯了。然后我们还没那么疯，他们是平时好严谨，好压抑，就永远穿着西装领带永远打到这儿，然后晚上一喝完酒扯开领带，然后开始唱起歌。然后所以他们自己也组织很多发泄的事儿，大阪现在组织妇女们砸盘子，然后在北海道札幌现在每年有叫全国年轻人来的叫团体比赛的这个叫
拉网小调。拉网小调就是我在讲这个瑞士那一期的时候讲到，我在瑞士饭馆里被人轰出去了，我为了不给中国人丢脸，就唱的就是拉网小调，就是嗦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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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什么这就是拉网小调。然后就大家跑到札幌大街上，就哇唱起拉网小调发泄一下，是个极其需要发泄的民族。所以从这儿也可能稍微理解一点战争中的暴行，可能跟这个战争暴行我们以后慢慢再讲啊，我觉得跟他们的民族性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当然了，我首先要说的是战争中每个民族都有暴行啊，但是日本这个民族确实有点过分啊，跟他们需要发泄的民族性以及他们盲目的服从命令，完全按照命令行事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未来我们还要讲到日本跟德国的不同啊，德国是非常能独立思考的。德国即使在纳粹的情况下，国防军还有大量的军官是不听纳粹命令的，甚至要刺杀希特勒的都有啊。到最后希特勒下令炸毁所有的巴黎什么布达佩斯，没有一个高级将领遵守把欧洲完整保存下来，不是那么听希特勒的。这日本可不是，这天皇说什么就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觉得不想在日本生活，一个是因为他们那个太严谨受不了，还有一个就觉得没有发财机会。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通常发财是怎么发的？靠一点努力，这挣工资是发不了财的啊。发财是靠填补了缺口填补了漏洞，填补了空白。然后你发现了这儿一空白，人都没想到，你干这事儿你发财了。哎呦，这日本你就到处去看，这你只要能想到的地儿，所有的每个细节，从厕所里这个洗屁股的喷头到这个每个细节，这个你能想到的，那细到什么程度？连机场这个电梯里头这光灾难还分了好几种，地震专门有按钮，也可见日本地震有多多。电梯里专门有按钮，在机场叫地震，你一地震你按这按钮，火灾按这按钮，然后完全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细节。你看了半天，说我想在日本发财，他到底还有什么没想到的事儿？地上、天上、树上，只要你能想到的，这是日本因为国小人多，所以它极为细致，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美国有大量你没想到的事儿，而美国也不想干，因为他觉得成本高，没必要。日本不是，日本国小人多，所以多高成本他也要干，他把每个细节都给干到了。所以在日本一看，哎呦，生活又拘谨，然后什么地儿都被你们想到了，没有什么发财机会，所以还是别在日本生活。再加上一个痛苦的事儿就是不会说英文。其实日本人不是不会说英文，他是日语里有太多的英文在里面，所以他给搅和到一块儿了，所以他也搞不清楚那是说的是日语还是英文。所以在日本特别痛苦，你要跟人说，你得用英文说出好多种口音来，也不知道哪一种他突然听懂了。就我连说找一出口说 exit 没人听懂，我就开始想我应该说 exit exit 反正你不知道怎么说到某一种他就听懂了。因为这个日语里的英语外来语极为的多，这个具体比例我不知道但是我猜得有1/3是英语外来语，而且外来语越来越多。这10年我问了很多人，大家都说这10年的英语外来语，原来能用日语说的也都慢慢用英语说了。但是这英语不是就直接说英语，是把英语日语化，按日语的发音。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在日本，基本上你拿眼睛能认汉字，你能看懂差不多1/4的事儿。基本上都能这儿停车场，这儿收费处什么都能看懂。拿耳朵，如果你英语很好的话，你拿耳朵仔细听他说话，你能听出其中大概1/5你能听懂。因为太多词儿，这个比如 computer， 它就叫 computer， 然后你听computer 我听懂了。连吃完饭，人家问我说你要不要 dessert， 我听懂了 dessert 就是英文叫 dessert 甜食，它就叫 dessert， 因为日语它发不出清音来，什么的，它发不出来，它必须后面加个元音，有点像意大利意大利也是必须的什么利哟，什么必须最后是元音结尾，日本也是，所以 dessert 它发不出这个，所以叫 dessert， 所以这样就发出来了。就连畅销书大概10几年前畅销书是有日语的，今天日本人管畅销书叫什么？这叫 bestseller， 这是 bestseller 还是俩词儿，它不是个名词这是 best 是最好的意思 bestseller， 反正就完全按照他那去注音了，注出来就 bestseller。后来我说我听懂了 bestseller， 我听懂了。所以这个英文可怕到什么程度？哪怕在东京，我干各种各样的事，问人路等等，我还没听见一个人管2楼叫 second floor， 都是 two， 然后就想不起来 floor 怎么说，然后 two floor 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说这个
95%的高中毕业率，45%的本科毕业率，怎么居然连第二是 second 就没有一个人说出来，就是直接都是 two， 特吓人。我在迪士尼啊，美国公园啊，他说这个美国公园全是世界各地游客，这迪士尼里边唯一找到俩会说英文的是清洁工。这到处问迪士尼的人，我就在迪士尼问一句话进去，从开始卖票开始问，我就问一句特别简单的英文，叫 Which ride is the most popular one？ Ride 大家知道就是骑的意思，但是在公园里 ride 就是一个游戏就叫一个 ride， 就一个项目就叫一个 ride， 所以它有很多个 ride 在里面。就 Which ride 哪个项目 is the most popular one？ 是你这儿最流行的？就这一句话，哎，我问了。从卖票的开始，一直问到里边收票的，没有一个人听懂，全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终于有一个人听懂了，然后拿中文跟我说是那个哪是中国人英文远超日本。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整个亚洲人群里说英文最好的是中国人。中国人不但说得好，而且口音极好听，尤其是女的。这个女人比男人啊，这个插句题外话，很容易变。这个女人是水，流到哪就是哪。这个包括来北京。这个女的口音变得快极了，很快你就听不出她是哪人。男的就像咱们小说这编导，现在一听还是大连瓦房店的，哪儿口音。到美国也是，你中国女的到那口音都好听极了，男的大部分口音也还算好听。但是在美国遇见的日本人，就一听说英文就知道这人日本人，就是因为他大量的已经把英文引进到日语里，用日语的发音已经都习惯了，所以他实在是没办法发出那个正经的那英文的音。韩国人也是，就一听这英文就知道这人韩国人，那日本人。当然我说的是移民啊，在美国生的，不管是中日韩人，都说一口标准的美式英文，说明不是舌头的问题，啊，就是文化的问题。如果是舌头问题啊，说应该是日本人在那生的，那英语也不行，啊，那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啊，大量的词就没有翻译，直接就按照英文变成日语发音了，所以他就没办法把英文说好。哎呦，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痛苦，大家去日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非常难交流。离开了东京更要命，我去住到一个特别好的五星酒店，在北海道，就是八国峰会时期八国领导人都住在那儿的这么一酒店。这酒店里想找一说英文的找20分钟，打给 housekeeping 要一个拖鞋 slippers， 听不懂。然后就 housekeeping 说我们都没有一个人会英文。然后就会打给前台，前台说如果你要说英文，我给你去找一个会说英文的人。我举着电话在那等，哎，前台负责接待的啊，找了半天找来一个会说英文的，终于听懂了啊，拖鞋，这，哎呦，他极为要命。所以去日本旅游，我是因为自己去的，所以我就得到处做，所以还是跟团去比较好。说了这么多对日本的观感啊，当然了，我也去看了一下靖国神社，当然是为了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靖国神社我也看了一下，确实我也比较愤怒，这个再往后慢慢讲。另外一个日本，就因为大家想起日本，尤其是中国人啊，西方人想起日本跟我们想起日本完全不一样。但是朝鲜人、中国人想起的日本，包括可能还有一些亚洲其他民族想起日本，其实都是俩日本。就是你想起一个日本，就是残暴啊、侵略呀、血腥啊。钓鱼岛啊，等等，就觉得好沉重，然后等等这些东西。可是你突然想起的是宫崎骏，是吧？想起了村上，然后想起了老一代像我们还想起了山口百惠、三浦友和，老一代想起了黑泽明，年轻代想起了岩井俊二。就像刚才我问你，你说岩井俊二，然后想起了各种各样的，想起了叮当猫，或者叮当猫叫什么呀？现在叫哆啦 A 梦，对，想起了哆啦 A 梦。然后想起了花仙子，想起了森林大地，想起了什么阿童木等等，就是无数美好的东西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包括中国人自己，就最恨日本的。我猜那上街烧日本车的那人，你提起宫崎骏，你提起动画片，你提起伴随他成长那些美好的东西，他也得说他喜欢。就算他说这我也不喜欢，只要日本人的名字我就不喜欢。我听见宫崎骏这种日本人名字，当然宫崎骏说是一中国人名字也没问题啊，因为中国也有姓宫的，这个我就恨。可是那你也唱了很多歌，你也唱了无数邓丽君的歌，你也唱了花心，
然后你也唱了你这样一个女人，你也唱了后来哒哒哒哒哒哒如何去爱，你唱了无数的好听的歌，然后有一天别人告诉你说这些都是日本歌，然后你就说这个实在是你再去抗日，你再去反感日本，这个你躲不开，因为这个文化，日本的文化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啊！这流行乐对我们的影响是第一重的啊！我们这民族说过很多次，我们这个中国能歌善舞都是少数民族，就是围着中国一圈。汉族人的这个写歌词能力超强，但是写旋律的能力超弱。但日本这个国家写旋律的能力超强。这世界音乐界说，亚洲重旋律啊，欧洲重和声，然后非洲重节奏。其实你能想出来啊，非洲重节奏，所以你看黑人那些音乐，然后从爵士到这个 hip hop 什么什么都重节奏。欧洲是古典音乐传统，所以和声特别好。他所谓的说亚洲重旋律，说的其实就是日本，而不是中国或者韩国。中国或者韩国的整个的流行乐上，这个在旋律部分完全跟日本不能比。所以我们从邓丽君开始，就是大量的歌都是日本旋律。然后这个后来说咱们原创吧，咱们自己原创不出来的时候也偷点日本旋律。那大量的好听的歌，你听 S.H.E， 你听刘若英大量的歌都是日本旋律填的词，然后等等，包括最好时期的香港的音乐，那些粤语歌曲，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什么呀声下口，听过吗？一生何求啊，对，还行。我以为年轻90后都不知道这世界上有粤语歌曲这种，所以你还知道有粤语歌曲。电影就更不用说了，就亚洲的电影。就能在世界上形成重大影响的导演，目前为止也只有黑泽明一位，就包括日本啊，也只有黑泽明一位，其他导演都是，比如说中国导演，那你比如说你到西方去问中国导演，你得问到特别专业的电影圈的人，他才能给你说出几个中国导演了，啊，当然了，美国人因为不觉得昂利是个中国导演啊，美国人觉得因为他导了。什么断背山啊，他导了这些，所以你得告诉说昂利是个中国人，他说要不然美国人觉得昂利是个美国导演，他确实也是个美国导演。你要从国籍上来说的话，但是就算他是中国导演，包括张艺谋，包括王家卫等等加在一起的影响，都跟黑泽明不能比，因为这些导演，中国导演也好，韩国导演也好，他们对西方的影响，他还是觉得你是一个远处的。挺有意思的，挺有异域风情的，挺少数民族的那种东西，而不是那种大家对莎士比亚那种情怀，说大家觉得莎士比亚就是我们的整个文艺的母亲啊，莎士比亚对我们影响巨大。但是黑泽明对整个世界电影界的影响，就相当于莎士比亚影响。斯皮尔伯格就说，他是我们时代的莎士比亚。那全世界的电影界提起黑泽明，全都是以这种方式。就提别人就说，哎，我知道这人，我看过他俩电影，于是这人已经很光荣了啊，觉得你看不同民族，但是大部分的大导演都曾经亲口说过我多么受黑泽明的影响。斯皮尔伯格就说过，我深受黑泽明影响；马丁·西克塞斯说过，我深受黑泽明影响；昆汀·塔伦蒂诺，不但是说啊，真拍下了，就是杀死比尔什么什么等等这些电影，你看莎士比亚里边那些所谓的武士动作、武士的拍法。完全就是在向黑泽明致敬，因为黑泽明确立的那种武士电影的拍法，那深深影响了大量的导演。昆汀那个从拿刀到怎么出场，从哪边出来，从哪边下场，这完全都是黑泽明那一套，就是在向黑泽明致敬啊。虽然那电影是在中国拍的啊，但是拍的就是日本那一套啊。虽然是华人演员演的，刘玉玲演的，但是刘玉玲演的是一男日本战刀那种日本女侠。啊，所以包括乔治·卢卡斯自己都说，我哪些电影里的元素受了黑泽明影响。所以当黑泽明曾经出现过一段，因为黑泽明是个极高产的导演，然后在中间出现过一段时间，就是不能每一部都伟大吧，也不是每一部都就是有危机的时候，乔治·卢卡斯居然去帮他融资去了，这个可真的是，就黑泽明最后得终身成就奖在奥斯卡。然后得过全世界所有奖，他跟所有的那些得奖的其他亚洲电影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而西方接受起日本的艺术来，他不像接受这个，比如说中国或者韩国等等这些东西一样，他老怀着是那种态度去看去接受。日本因为是亚洲最先脱亚入欧的国家，就他最先开始西化，但是你其实骨子里的东西还是在。
那当然你又融合了西方的很多东西，所以当你再出去的时候，你对西方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文化是很依托经济的。你看大家说现在美国文化为什么那么厉害？大家都看美国，因为美国经济强大呀，是吧？日本也是啊。所以日本最开始在亚洲脱颖而出，其实全世界第一个看到的亚洲国家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全世界第一个听说过的亚洲国家都是中国，就是从自古就听说过，说那儿一个国家叫中国，啊，至于中国什么样，一直到80年代，全世界人还以为中国人梳辫子呢，就落后成这样，你知道吗？到80年代的时候，你出国，你去问大家说你是中国人吗？你的辫子呢？大家都觉得中国人梳辫子，一直到90年代末，甚至新世纪了，啊，大部分的外国人还以为中国人全骑自行车呢，啊，只是已经进展到说他们可能是没辫子了。但是他们还在骑自行车，啊，一直到08年奥运会，才让全世界说才看见，啊，原来中国是这样。但是对日本的了解是很早就开始了，因为日本那个时候明治维新开始就已经脱亚国，所以日本的文艺从影响西方是非常的多。日本的浮世绘深刻的影响了西方的绘画，啊，包括了莫奈，这个前期这个印象派。莫奈自己还画过自己老婆穿和服的样子，这包括了梵高，啊，这梵高还曾经给人写信，他到了法国一小镇上给人写信说，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像日本了，太日本了。其实梵高根本没去过日本，梵高也没钱，别日本，美国他也没去过。但是他为什么说这地方太像日本了呢？就说明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绘画给了全世界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他还会说这个地方很像日本。梵高有幅画叫《唐吉老爹》。这唐吉老爹这个背景就是很多小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啊！你说奈良美智画那小人，那你给西方人看，西方人只要不是文盲啊，当然咱不敢说西方人都认识，但是你看给西方正常的知识分子阶层看，那奈良美智的小人他能认出来，他说这是那个日本那奈良美智的小人啊，以至于现在在美国特别流行那个美剧叫《摩登家庭》，在美国火极了电视剧。《摩登家庭》就讲那么有亲戚关系的那么几个家庭吧。其中有一个家庭，就是他们收养了一个越南裔的小女孩，这小女孩3岁以后，那演员出来一看，就是奈良美智画那小人。这个说明在好莱坞做电影、做电视剧、做大美剧是非常认真研究市场，就每一个东西都仔细研究过它应该什么样啊，就包括那 casting director 他得问导演说我去找这小女孩长啥样，这小女孩说我手里那么多小女孩，最后说那全世界最熟悉的亚洲小女孩奈良美智画那小女孩，就照那来，就跟我看阿凡达一样。我看阿凡达一看这阿凡达长那样，我当时就乐了。我说这个 James Cameron 太聪明了，因为你说你这阿凡达应该长什么样，美国人民觉得他还比较熟悉啊。美国人民对历史是极度不熟悉啊，但是正好这个图坦卡门，这图坦卡门就是埃及这个木乃伊，你知道吗？他是个法老。然后那个挖出来以后，曾经在美国做过大巡展。这图坦卡门，我曾经在美国不同的2个城市看过这展览，所以图坦卡门是美国人大概仅有的比较熟悉的长啥样。但是你知道埃及那个木乃伊那个棺材上头不有一盖儿吗？那棺材盖那里边裹的人长啥样，其实咱也看不清啊。但是那棺材那这么往下一看，那棺材盖那上面雕的那人就长得跟就这阿凡达一模一样。后来我说James Cameron 他就知道美国人民熟悉图坦卡门，所以他想说以什么样的阿凡达能让美国人民买票去看，弄一这个图坦卡门版的阿凡达。就包括这个大美剧也是这摩登家庭，就是小女孩，这奈良美智的小女孩。日本的文学对西方有巨大的影响，日本这些大文学家，这首先比我们得诺贝尔文学奖早很多了。这个我们知道去年才得诺贝尔文学奖，日本这个比我们早得多得多。川端康成第一次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比我们早得多得多。这个早几乎相当于日本办奥运会比我们早得多得多。日本64年就办了奥运会啊。我们是半个世纪以后才又办了奥运会，我们刚办奥运会，日本又要办了，这次又成功申办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我自己不坐过一阵子牢吗？闲的没事干，在这都翻译马尔克斯小说。然后我翻译那马尔克斯小说是马尔克斯最后一本小说，我就翻译成叫《昔年仲流》，这个很有意思的小说。但是他在扉页上就写了，说感谢川端康成的《睡美人》。就马尔克斯啊，作为现存的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最大的文学家，这应该是毫无争议的，就是最大文学家，今天还在世的，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百年孤独》这个影响是太大了，然后因为混乱时期爱情等等，这影响太大。所以，但是马尔克斯在扉页上写说，感谢川端康成的《睡美人》，实际上就是他看了川端康成的《睡美人》，然后完全激发他灵感，他写的这本小说。所以这些影响都完全不是说其他亚洲国家的影响，其他亚洲国家影响都是点状的影响，就冒一个点出来，大家说哦有点意思哈，冒一个点出来说哦有点意思。但是完全没有像日本这么大规模的成片的铺天盖地的这种影响是很难的，包括流行音乐家。那你说咱不提鸟叔鸟叔那实在是太特例，而鸟叔说实在话鸟叔有多少韩国成分在里面？那我觉得咱们也可以讨论一下。鸟叔首先他就是纯美国包装，鸟叔就是Justin Bieber 那团队。就是给包装出来了。Justin Bieber 这个就是在网上被炒火的，就他那个团队后来又做了鸟叔，当然鸟叔自己又是这美国有个最好的音乐学院叫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在那儿毕业的。鸟叔确实火咱们这个不能说到日本的时候光说日本，说别的国家，咱亚洲现在出一鸟叔真的是吓死人。我曾经在欧美最火的几个场所里。就是 Super Bowl， 那是美国一年一度最火的橄榄球决赛，也是美国年度收视第一的。这边收视跟咱们春晚差不多，就里边全场唱鸟叔这个，然后一起弄这个。然后 All Star Game 就是叫全明星赛 ，NBA 全明星赛，也是 NBA 一年最大的盛事。东部明星队对西部明星队，也是全场一块弄着把唱着这个。这回我在西班牙申奥的现场，那你说鸟叔美国人捧在美国火。西班牙申奥那时候西班牙还没被淘汰，大家特高兴，群情激愤，唱起了什么？唱起了鸟叔的这个，你能想象吗？ Gangnam Style， 然后全场又一起挥着片子骑着马唱起了这个。日本流行乐当然咱就不用说了流行乐有大量的大明星不说，在全世界最红的，就是全世界每个咖啡馆都在放的小野丽莎。但小野丽莎应该算是亚洲到今天为止唯一的一个。鸟叔还只是在年轻人中间火一下，但是小野丽莎可是在所有的西方的咖啡馆里也好，在哪儿也好，就完全成了就是大概前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是西方小资的，一点不比诺尔仲斯要差。小野丽莎这个影响力而小野丽莎唱普语、唱法语唱英语就都唱得特别好，以至于我见到小野丽莎的时候我都激动得不行了。见到小野丽莎她已经就坐轮椅来了已经不是那个最辉煌的时代了，坐轮椅来。但是我看小野丽莎都不行，因为小野丽莎吉他弹得也特别好，小野丽莎的音乐全是自己的音乐，她不是一个简单的歌手自己的吉他，自己等等另一位小野也是。那你说如果没有那么多大量日本艺术家在西方，也不会出现那个小野 Yoko 遇见了列侬这种事情那可能是那个时代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日本女人，就是这个 Yoko。那你知道 Yoko 怎么认识列侬的吗？很有意思。小野在那儿办画展，他那画展里有一幅画特别小，有一梯子，然后梯子上放一放大镜，就是你想看这幅画，你得爬梯子上去，然后拿起放大镜冲着墙上这么看，才能看那幅画长啥样。然后当时 Yoko 就在那儿想说，这个谁要是爬上这梯子了，去看我这幅画去了，这就是有缘人。实际上这是比武招亲的，就是中国这比武招亲得比划，那也是就说就等有缘人，谁爬上这个，结果就等来等去，列侬来了，叫列侬爬上去了。列侬爬上拿放大镜看了半天那小画，就有缘了。当然列侬因为那个时代正好是革命时代嘛，那列侬跟 Yoko 在一起，那无数美好的事情，他俩还曾经赤身裸体躺床上好几天接受全世界采访，就为了反战等等。所以日本的这个文化也好，日本的艺术也好，这个对西方有巨大的影响远比我们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首先我们的音乐影响西方应该说极少，我们有个别的音乐家，比如说谭盾比如说屈晓松，那只是在很小的小众范围内去影响实际上我个人在西方这生活的感觉，就是谭盾屈晓松他们的影响，就即使在这种类型音乐的领域里也还是没有坂本龙一这个来的厉害。
再加上日本动画片风行世界的时候，还有个90让，就包括坂本龙一做的好莱坞大主流电影的，或者是大得奖电影的曲，那都比谭盾什么。谭盾实际上主要还是靠做了，比如说《卧虎藏龙》这种中国电影的东西，以及他的带去的湘西少数民族那些东西，在小众中间当然是很有名啊。当然像这个坂本龙一、90让这样的，就是全世界非常熟悉，奏出几段音乐，全世界人都听过这种，这还是没法比的。尤其是动画片风靡世界的时候，那日本的文化、日本的历史、日本的大量的东西，包括日本庙长啥样的，就跟着一休哥，日本的禅宗什么样的，等等等等，全都出去了。这个动画片也是，日本的动漫产业令人发指。就是说，日本人想干成一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个，他就一定能干成。这事儿特别来劲，就是这民族啊，日本动画片，其实我自己分析啊，就特简单，就是我们这日本脸是出口不了的，是吧？全世界好莱坞电影怎么着出口都得是白人脸，是吧？那后来有几个黑人大明星 ，Will Smith 什么，但是主要都是西方脸。那以亚洲脸出去全世界卖的是卖不了的，即使你拍的再好，啊，即使你黑泽明，那你影响了那么多大导演，但是全世界也不是。当然，全世界可能大部分人都看过《罗生门》，啊或者《乱》这么1-2部戏，啊，但是很少有说全世界都买票去看黑泽明的，他只是影响了所有导演。真正的畅销的东西，那你还是得把中国导演请到美国去，就比如说吴宇森到美国去，那美国脸来演变脸是吧？美国脸来演断剑。啊，美国脸来演这个碟中谍，那当然虽然导演是吴宇森，那你还得把日本导演请到美国去拍，那还是得那张脸。那咱这亚洲脸怎么办呢？那肯定是不可能这个风靡世界的。山口百惠当时风靡到那个地步，但是在美国也没见得说山口百惠就怎么样。山口百惠那时候在中国可是已经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就是只要山口百惠一演，当然三浦友和跟着就演，然后这俩永远演一对儿。然后中国万人空巷，但是在西方也没有，所以他的最后动漫产业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说，那既然我出口不了我的脸，那我就画，这总可以吧？我画一种西方人能接受的脸，啊，画一种就是咱们眼睛小啊，咱画大眼睛还不行吗？是不是？咱把眼珠子画这么大，你西方人眼睛再大也没有我们这花仙子的眼睛大，是不是？没有我们这动画片的眼睛大，所以日本坚定的就是说，那你们好莱坞出口人大明星的脸，对吧？那全世界买票看这个，那我们没有大明星的脸，我们也不可能造就，那我们就画大明星的脸，而且画的这明星脸还有一点好处，他还不老啊，是不是？您这好是挣钱 ，Michael Jackson 挣钱，都卖了100场演唱会都卖光了，嘎嘣儿逝世了，完了100场演唱会别开了，索尼公司股价直接就呼啦一下下几半，恨不能。哎，我们这动画人物不老。阿童木也已经60来岁了吧，然后这个各种动漫人物他还能继续演下去，不老，啊，结果还真就做成了。你知道日本的动漫产业占全世界动漫产业大概2/3，就全世界都加起来，就包括美国那么强大的皮克斯啊、迪士尼，这要全加起来，日本自己就占2/3。日本光动漫产业就占到全国 GDP 的10%。你敢相信这种比例吗？你像日本不是一小国啊，说 GDP 一共没多少，来10%是动漫，日本可是仅次于中国，就刚刚被中国超过去，就紧追中国。中国虽然是第2，但是中日离美国都还那 GDP 都还差一大块，但是中日是离得非常非常近，就差一点点，就说差不多吧，就应该说日本跟中国 GDP， 咱们全加起来，所有的文化产业都加起来才几%，日本关于动漫就占10%，啊，日本整个文化产业加起来。我再跟你说一个，日本最晚在明年，日本的唱片销量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1。日本人是实在是全世界最严谨的民族，就在日本都想象不到盗版啊什么。美国人也偷偷跑网上听音乐去了，你看美国也经常抓起俩大学里啊上传音乐的，什么 P2P 的，什么这那的，所以美国唱片销量也在急剧下降，中国就根本没人买唱片，就这在这个。最严谨的跟这最不严谨的有便宜就赚的这个全世界的民族这之比啊，中日正好在两头。中国是完全理直气壮的有便宜就赚，而且中国觉得这个有便宜不赚是为什么呀？有什么毛病？难道有便宜不赚不是疯了吗？觉得你是吧？就像中国，我就天天看新闻都傻了，说长沙一卡车翻了，然后那个上面载着很多酒鬼酒，那酒鬼酒翻到地上了。酒被轰抢光了也就算了啊，这正常，在咱们到处看见这种新闻。
问题是那摔碎的酒瓶儿，那不是那玻璃有弧度吗？所以躺在地上那玻璃碎片里头都有点酒，大家就全蹲在地上喝上了，就觉得有便宜不赚，这不有病吗？这有白喝酒为什么不喝呀？但我跟你讲，日本，但其他民族都介于这俩民族之间，有的民族比例大点，有的民族比例小点。美国也有一定比例要赚便宜。美国人经常打听说中国那个盗版那个视频网站在哪，我们去那儿看电影去吧。你看那美国人到中国来一样买盗版，他去盗版碟店，他一点不少买，他买这么大摞回家看去，只不过回国时候他给扔了，因为美国海关要查出一张，尤其你到好莱坞电影的 DVD 你要带在身上进海关，那你可事儿大了。但日本人。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日本人有多吓人。就他那脑子一根筋啊，就是我们到日本跟唱片公司开会，他们说我们现在在互联网上也有啊，互联网上那个听，然后给我们结账啊，他们听一首给我们结多少钱什么这那的。然后我们就问他们一问题，说那你们那监控软件是谁开发？怎么开发监控软件啊？就是那监控人家互联网到底听了多少，省得人家瞒数啊。人比如听了100万次，人跟你说1万次，你不是亏了吗？我们就说你这监控软件。日本人全没听懂，让翻译翻了3次，说什么意思？就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最后终于明白了，说说我们没有监控软件。然后我们都傻了，说那没有监控软件，如果他骗你怎么办？日本人就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说，他不会骗我们的。他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还会有。他说我们在日本，如果有一公司就这样骗我们，这公司就不存在了，这公司就开不下去了。说他怎么可能骗我们？他当然是放100万次就给我结100万次账，他不可能骗我的。所以都没有监控软件，而且你问他这问题，他都没想过，他都听傻了。说，所以日本到今天为止没盗版啊，就是大家买唱片啊，上网听就踏踏实实花钱。所以日本最晚在明年，在唱片的销量上会超过美国，成为这个世界第1唱片销量，也就是说，叫世界第1音乐家的乐园。就在日本，你做音乐，你踏踏实实做吧，你只要好好做出来唱片，你就够生活，你不用去当评委，你不用去当导师，你不用去赚那些钱，像某些做音乐的人一样，所以实在没办法呀。你写一首全国人民都会唱的歌，挣800块钱人民币，他那儿12月坊在日本卖到大概人民币2-3个亿的收入，你这是创下中国唱片史上最高收入。12月坊你听过吗？听过的其实是不多的。然后当然肯定没听同桌里的人多啊，但日本 AKB48 的产值已经到10几亿，就这样到这样大。当然了 AKB48 咱们得另说啊，它不光是个音乐产业的问题，它有那个情色产业的问题。就日本这个产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日本做了2个，就是全世界人都没想到能做到那么大的产业，一个是动漫，一个是情色产业。这个以至于中国最熟悉的日本女明星们，这个也全知道啊，这知名度当然就是财富啊，大家也全知道苍老师，是吧？然后也全知道这些老师们，范老师，然后等等，这个而且最逗的是，范岛爱到台湾去，陈水扁居然在总统府里接见范岛爱。是当时我在美国看那台湾电视，然后又是一通骂大家说，但是陈水扁顶着大家骂也要见。这个一定要见，因为这个实在很重要，而且又不敢出一见不是嫌疑更大了吗？说你在外头找一酒店见，那又更不行，所以就只好正儿八经在总统府见。这样的话不是省得人怀疑他干什么吗？但是那也要见，就是可见对这个亚洲对全世界男人们的影响，这个有多么巨大。大家别笑啊，情色产业算是美这个产业一种，包括选美啊，包括情色，包括等等，其实在西方也是个大产业。但是远没有日本大。说到这儿，你看一下，它完整，就是有的国家，你说它只有高雅艺术啊，特高雅。比如奥地利，你想想奥地利来，各种全是这拉着这到哪儿去都是拉这个，然后吹这个，很高雅。但比如说有的国家很低俗啊，就玩那个，就是咱其实就可以说美国就没有多少特别高雅的东西，大量都是非常商业的啊，非常等等。欧洲也很多。但日本说到这儿，你再一想，日本完整极了，上到严肃音乐吧，严肃音乐绘画，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殿堂级大导演，
然后中间到整个这个正常的娱乐都很大，就像我说，唱片马上超过美国，那日本票房也一直都是全世界第2，就仅次于美国。那可能刚刚被我们超过去，我没看具体数字，但是差不多，就是日本票房也是非常厉害，就整个这个娱乐产业，啊，再往下，它还有这个，它有动漫，这全世界不是没有，而是不够。我们是追风追的。你知道我们这些年浪费的最多的时间、金钱、教育资源就在动漫这事儿上。你可能年轻不了解，当时我们就说，哎，我们要发展文化业，我们就想学谁？学不了美国，还是这问题，没有美国脸，是吧？我们这个脸到美国去，除了打出一个 Jackie Chan、Bruce Lee、Jackie Chan 一 Jet Li 就没了。那你说我们的女演员在他们那儿，最高、最好说也只能拿到大概4流片酬吧。而且也只能演配角，在美国主流电影演配角，或者你演一个《艺伎回忆录》什么之类的，那都是不是主流电影了已经。那我们也想到这问题，跟日本想的一样，那只有动漫才能避开我们这个亚洲脸的问题。那问题日本动漫都做了那么多年，那个经验，我们那时候叫每个省、每个大市、每个省会都有动漫产业园，大学都开了动漫专业，培养了大批半生不熟的动漫人才。啊，这创造了大批没人看的动漫。这个世界动漫产量，如果按部数算的话，中国是排第1的；如果按产值算，日本就占全世界2/3。那1/3，你还得想到那边有迪士尼啊，有皮克斯，你得把这些都想进去。那你说中国以产量第1的动漫，就是量啊，多少部中国第1，那占全世界那么点小一个产值，你说它浪费了多少资源啊？真正留下来就是灰太狼。以及1-2个，也就这样。那你说倾全国之力弄出1-2部动画片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大侥幸。各种日本观感，先跟大家泛谈到这儿。日本咱们要多谈几期啊。